把这几辆逃荒的板车全砸了，铁车轴和底盘的硬木统统给我卸下来！林巧，你疯了！这是全村老小逃往府城最后保命的板车，没了车，这几十里荒路，你想让全村人渴死在半道上吗？逃去府城？府城早就涌进了几万灾民，你们靠双脚走过去，连城门都挤不进去。水脉深藏在地下3丈，这地下有活水。你们给我硬木做齿轮，给我铁轴做连杆，我给你们造出提水的旗帜。今晚之前，我让全村喝上水。荒谬！连朝廷的工匠都束手无策，你一个村妇懂什么饮水之术？拿下他，别让他断了咱们最后的退路！我看谁敢动！大伙听着，府城确实已经无力接收流民，你们走出去也是绝路。林巧，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格物大道，但我信你是个干实事的人。这车砸！要是今晚出不来水，我李长庚绝不独活，这条命赔给你们！左边抬高2寸，右侧连杆斜脚垫上。踩踏板，就是现在！这是真的水！仅凭几根废旧车轴和残木，便能借力打力，生生从决定拔出身权，救万民于水火。这般化腐朽为神奇的格物之学，云启国的工部名册里为何从未记载过你这号人物？回大人的话，民女灵巧，此乃利国利民的实学，不在高堂之上，而在我手中。巡抚大人，休要被这乡野村妇蒙骗。老朽天为青州辅佐大将3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奇技异巧。这木材受力不均，铁轴更是劣质。不出3日，这庞然大物必定崩塌，到时水脉断裂，岂不是让百姓空欢喜一场？老先生好眼力，您说的对，这水车最多只能撑3天。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不是我的图纸有问题，而是你们青州的铁太烂了。这种劣质的农用商铁根本承受不住大股水流的常年冲击。若想彻底解青州全境的大旱，我们需要在上游主河道建立大型水利枢纽。我需要上百个精钢打造的轴承和连杆。大言不惭！青州连年大旱，壮劳力连饭都吃不饱。哪怕是府衙的官办铁匠铺，那最高大的熔炉也需要10个壮汉日夜拉风响，才能勉强把铁烧红。哪来的力气给你锻造金刚？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人力有尽时，但天地之力无穷。大人，老先生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把青州最大的官办铁匠铺交给我1天，我不要10个壮汉，我连1个人都不用，就能让你们的熔炉烧出融化金铁的最高温。好，本官给你这个机会。若你真能做到，整个青州的工匠、物资，任你调遣。巡抚大人，打铁讲究的是人定胜天，那巨型风箱重逾1000斤，非10个壮汉不能拉动。他一介女流，就算借来神力，也不可能拉动分毫。这简直是拿州府的重器当儿戏。在绝对的实业技术面前，万般空谈，不如眼见为实。长庚，开闸，放水。
燕，这是传说中能练出百段金刚的白燕呐！老朽，井底之蛙，姑娘这格物大道，多造化之妙，简直是救世之学。老朽有罪，险些因为这刻板的规矩，误了青州百姓啊！老先生言重了，您的基本功扎实无比，这铁匠铺被您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缺的只是引风的新思路。我有一张改良泉州农具和水利的宏图，但我一个人造不出来。您愿意来做我的总监工，我们一起把青州建成塞上江南吗？老朽愿为姑娘牵马坠奔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青州水路总制。你要铁，本官给你开矿；你要人，本官给你调兵。我要你在这云起国的版图上刻下你的格物之学。大人，合作愉快。这青州的穷根，我替你拔了。干旱已解，农具已足。林总制，你还在担忧什么？大人，大旱之后必有大涝，最多半个月，云起国境内必定会有一场百年难遇的暴雨，我们要防汛，而且要在半个月内筑起一道洪水冲不垮的铜墙铁壁。半个月？我要在半个月内重修青州主河道30里河堤。林总制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历朝历代修筑防汛石坝都需要开山采石、糯米熬浆，动用数万民夫，耗时几年才能成事。咱们现在只有半个月，去哪儿那么多条石？光靠夯土，洪水一冲成泥浆了。谁说我要用条石？大人，我要您下令发动全城百姓不挖石头，只去挖河沙粘土，再去采石灰石投入我的高温高炉里煅烧。我要造一种全新的筑坝之物——三合土。好，本官信你。现在泉州上下，从本官到衙役，悉数听从林总制调遣。凡有违抗怠工者，按遗物军机处置。裴大人，咱们今天一定能在日落前把这段填平。古巴怎么可能挡得住这种洪风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灰泥居然比石头还硬！这是真正的实业大道，造化之际呀！守住了，青州守住了，没有流血，没有伤亡。我们用智慧和团结，硬生生从老天爷手眼手里抢回了几十万人的身家性命。林巧，这一拜，我替青州30万百姓谢你。你这三合土，保住了云起国的江南粮仓。大人，防住了天灾只是第一步。等雨停了，我要用我的曲园犁和多管楼车，让青州的荒地在秋天长出10倍的粮食。我要这天下再无饥荒。好，青州太小，装不下你的经世之才。等秋收大节，本官亲自为你写举荐折。我要带你进京面见圣上，让这云起国的朝堂看看真正的实业兴邦。老天爷开眼，青州有青天了！老人家别跪，这是咱们自己干出来的，粮仓装了10倍。您看那座梁山。
害怕吗？朝堂之上不比青州，那里的规矩。大人，规矩是死的，但百姓的饭碗是活的。我的格物大道，砖碎铁板。好，有本官在，这云起国的朝堂，你大可放手一搏。青州州大捷，朕心甚慰。但裴爱卿奏折中所言，这抗洪奇迹与10倍秋粮，皆是一位民间女子的10夜之血所赐。工部尚书何在？老臣在。陛下，农桑乃立国之本，岂能儿戏？裴大人折中所言的什么三合土、取盐泥，老臣闻所未闻。此等女子摆弄的旁门左道、雕虫小技，定是青州地方为了邀功夸大其词。若在全国推广这等艺巧，必会乱了农时，祸及江山根本啊！民女灵巧，斗胆只问老大人，祖宗的规矩和百姓的饭碗，哪个更大？放肆！黄口小儿，你懂什么农桑艰难？我不懂文章，但我懂土地。陛下，民女斗胆，请移驾皇家御苑，是旁门左道，还是强国之机？一试便知。大人辛苦了，现在换我的东西。驾！这怎么可能？没有10把力气，怎么压得住犁头？老臣瞎了眼啊！这不是雕虫小技，这是造化之计。有此等实业大道，我云起国何愁不能粮仓充溢？天佑云起，天佑陛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不在书本里而在你手里的格物大道！传朕旨意，即日起设天工局，与6部并立。特封林巧为天工局首任大将，赐2品顶戴，统领全国实业与农器革新。裴云哲慧眼识珠，升任户部尚书，全力调拨国库，配合天工局行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出事了。大人，能让户部尚书如此神色匆匆，莫非是国库的银子出了问题？比银子更要命，是御寒的冬衣和边关的军心。北漠蛮族撕毁了互市条约，彻底封锁了边境的羊毛和棉花商道。如今距离寒冬只剩不到1个月，云起国北境30万守军的冬衣还没有着落，他们这是想不费一兵一卒，用风雪冻垮我云起国的钢铁之师。林大将，咱们国内今年虽然粮食丰收，但布匹产量极低。传统的织女用手工木梭织布，一个人一天连半匹布都织不出来。全京城的织造坊日夜赶工，也根本填不上30万套冬衣的缺口啊！朝堂上的老臣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甚至有人提出要向北漠蛮族低头求和，高价买回棉花。这种屈辱，我和前线的将士绝不接受。求和，做梦！大人，北漠人以为垄断了羊毛就能掐住我们的脖子，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实业革新之力。既然手工织布太慢，那我们就让江水替我们织布。你需要多久？给我10天，10天后，我要让天工局的布匹堆成塞外连绵的雪山。铁轴铆锈的咬合间隙不能超过1张纸的厚度，再紧半寸，冲打。下一组，
立轴支架按图纸第7页第3个标注点加固，用硬木楔子逼死每一丝晃动，天黑之前必须起第3根横梁。裴大人，这10天期限已到，30万套冬衣所需的布匹，这一个厂房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呀？开闸，引江水入局。诸位大人，请看我云起国的水利多动纺织机。这神速啊！一台机器竟可抵100人之力，这布匹竟然比江南贡举进贡的布还要密实暖和。北漠蛮族想冻死我们的将士，有了这等造化之计，我云起国便是布帛如海，好一个江水之部！传户部调令，立刻将这些布匹送往成衣局，连夜赶制冬衣。3日之内，本官要看到第一批冬衣送达北境。林大将，你不仅解了边关之急，更狠狠打断了北漠蛮族的经济骨梁。这一战，你居首功。大人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等30万将士穿暖了，下一步我要给他们换上港枪不入冷锻金刚甲。我要让这北漠的重骑兵在云起国的钢头流面前寸步难行。林大将，冬衣救了将士们的命，老夫替北境30万儿兵谢你这夺造化之计。但老夫今日来，是厚着老脸来求救的。北漠蛮族见冻不死我们，竟倾全国之力组建了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铜甲骑兵铁浮屠，人马皆披重铠，宛如移动的铁墙。我云起国的刀剑砍上去直接卷刃，弓弩射上去连个白印都留不下。若是开春后这只怪物铁骑南下，云起国的防线防不住啊！工部那边的传统冶炼坊怎么说？工部尚书急得吐了血。咱们云起国的铁杂质太多，要打造能对抗铁肤丝的金刚铠甲，必须将铁烧红后，由2个壮汉抡大锤反复敲打上百次，才能断出一小块百炼钢。全京城的铁匠抡断了胳膊，1年也打不出几千套，更别提这百炼钢极为沉重，步兵穿上连路都走不动。刀枪不入，太重。大人，百炼钢太慢也太重了，我要造的是又轻又韧，连强弩都射不穿的冷锻金刚甲，以及能把重骑兵当靶子射的破甲神锋。好，你需要什么？全天下为你让路。林大将，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饮水，放锤。千钧之力，如臂使指。天哪，这简直是雷公电木下凡，神兵天降啊！是甲。现在用我造的刀劈我的甲。这甲轻如鸿毛，竟能坚不可摧。有此等轻甲，我云起军的机动性将天下无敌。别急，还有呢。老将军，您亲自拿我的刀劈蛮子的甲试试。
削铁如泥，这真的是削铁如泥啊！林大将，你可知，你今日这一场革新之力，不仅斩断了蛮族的重甲，更展开了云起国未来100年的盛世大门。此等绝世风华，满朝男儿无一人及。大人，这才到哪儿？接下来，我们要让整个云起国的江河湖海都成为我们的机器动力场。报！前方军报，500辆运粮车深陷泥槽，寸步难行。押送粮草的军士靠人力肩扛背驮，每日征件不足10里。陛下，前方30万大军正枕戈待旦，若粮草跟不上，这仗还没打就先输了一半啊！北漠蛮族正是算准了这漫长的春雨，才敢在边境重新集结。陛下，路烂了，重新铺便是；车陷了，换新车便是。林大将，这可是绵延千里的官道啊！哪怕现在发动10万民夫去铺石板，少说也要3年5载。远水救不了近火。给我半个月，半个月后，天宫局的粮车不仅能在暴雨中日行100里，运载之量更要胜过过去10倍。连夜调集青州3河土配方，这一次我不筑坝，只铺路。我要用3河土在烂泥中浇筑出一条坚若磐石的天宫直道，并打造4轮转向马车。来了。这么大的车，上面装了多少粮草？禀报诸位大人，每辆车满载粮食3000斤，足足是过去2轮牛车的10倍有余。而且在这3河土直道上，车轮毫不受阻，速度比过去快了3倍。平步青云，这是真正的平步青云呐！有此坚不可摧的直道，有此负重如山的重车，我云起国大军粮草充盈，天下还有谁能挡我锋芒？林大将，今日你铺下的不仅仅是一条运粮的官道，你用这格物之学，将云起国辽阔的疆土彻底缝合在了一起。自此以后，朝发夕至，千里坦途。大人，路通了，商贸才会活。打完北漠蛮族，我要让这3河土直道铺满云起国的36州。我要让百姓的桌上不仅有粮食，更有南方的丝绸，北方的牛羊。这天下万条直道，本官陪你一条一条的铺。你的格物宏愿，本官倾尽国库，也要替你达成。北漠蛮族的大军避开了我军主力，派出了最精锐的3万轻骑，正在星夜奔袭落阴谷。落阴谷是我们大军身后的唯一破绽，那里地势平坦，无险可守。原本驻扎的守军只有3000人，根本挡不住3万轻骑的铁蹄。一旦他们穿过落阴谷，就能直接切断我们30万大军的粮道，甚至长驱直入，直逼京城蓟府。落阴谷距离蛮族骑兵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，现在调集大军回防，根本来不及。若要在此地临时筑起防御工事，哪怕发动数万民夫砍树挖壕，也至少需要半个月。这简直是天亡我若云起国！如果不需要半个月，如果我们能在一夜之间，在落阴谷凭空拔起一座他们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钢铁雄关呢？林大将，这怎么可能？
那是神仙才能做到的事啊！没有神仙，只有实业大道。大人，我的天宫局里囤积了10万块用3合土浇筑、内部嵌有在钢筋的玉质巨石。只要您给我足够的4轮重车和最好的御手，明日天亮之前，落阴谷将成为北漠蛮族永远的噩梦。传本官云令，京城内外所有4轮重车、所有马匹，即刻归林大将调遣。违令者斩！林大将，这么重的石头，我们3000人就算累死，一晚上也垒不出一堵墙啊！不需要你们动手。踏下虎口，扑进关内。这不可能！继续撞，给我砸开它！开风向！开风向！这是天神的堡垒，他们有能人护佑，不可战胜。撤！撤！快撤！林大将，你以奇巧大功化作护国铜墙，此等不世之功，足以让大夏国道绵延万世。裴某愿以一生之谋护你实业之光，照彻这九州大地。大人，仗打完了，现在该是云起国用机器的轰鸣声征服这天下的时候了。大人，出了何事？是海上的商道。云起国地大物博，唯独缺少几味治疗春季疫病的关键药材和海外的良种。过去，这些东西全靠南洋的远洋商会用海船运来。可就在上个月，他们突然联手封锁了航道，将药材和良种的价格足足抬高了50倍。这帮奸商！他们仗着自有能够远航的巨佛，吃准了我们云起国水是只有银海巡航的小船无法出远海贸易，便想用这种法子榨干我们户部的国库。若是买，国库3年积蓄一朝荡尽；若是不买，济州的百姓就要面临无药可医的绝境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本是我在北京用过的手段，如今却被远洋商会用在了云起国的经济柱动脉上。大人，要造能横渡南洋的抗风暴巨舶，仅阴干木材就需要3年，造船又需3年，根本远水救不了近火啊！他们以为垄断了大海，就能扼住云起国的咽喉。大人，陆地上的路我们已经铺完了，现在该去海上铺路了。造船工序繁杂，远程车马，你能做出抗击深海狂风巨浪的巨舰？有我在，大海也得给云起国让出一条坦途。我要南下造船，不出3个月，我要让远洋商会看看什么叫纵横四海的大国重器。林大将，非是小人不愿效死，
只是要在3个月内造出远洋巨舰，这简直是违背常理呀！龙骨庞大，需数百人齐力打造，海浪诡谲，若是船身漏水，一船人都要葬身鱼腹，3个月连船壳都拼不完呢。常理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把过去造船的整体龙骨法全部推翻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用水密隔舱之法，用我带来的金刚铆钉，将船腹分为10几个互不透水的独立舱室。就算在深海触礁破了1、2个舱，船也绝不会沉。水密隔舱，互不透水，绝妙，绝妙啊！有此等巧夺天工的实业大道，哪怕是狂风巨浪也吞不掉我们的船。3个月造远洋大船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就算造出个空壳，没有几百个熟练的桨手，到了海里也是个巨大的活靶子。等云起国彻底失败，药材价格翻上1倍。林巧，吉时已到。斩断细落，巨舰入海。升帆！这是山崖在海里跑啊！不用人力就能升起这么大的帆，那满载的货物得是多少？云起国造出了真正的海上霸王！林大将，你不仅破了这海上的死局，更将我云起国的国威推到了万国之上。大人，垄断被打破了，接下来的日子，该是我们云起国的商船去赚尽天下财富的时候了。裴大人，西山矿塌了，地下透水，加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毒瘴炸了炉，整整500多名矿工全被活埋在地下深井里了。完了，这是惊动了地底的地龙啊！西下水倒灌，加上那遇火就炸的毒气，神仙难救。大人，只能下令封矿，给家属发抚恤金了。封矿，那是500条活生生的人命。地底下根本没有什么地龙，那是线下水脉破裂和地下储聚的瘴气。只要没被落石直接砸中，深井里一定还有残留的存空间，他们还能活。林巧，你有几成把握把人撩上来？只要大人给我调集京城所有的金刚管和帆布，我有10成把握抽干西山的水，驱散那地底的瘴。传令，天宫局全员开赴西山，任何敢提地龙发怒祸乱军心者，力斩无赦。把香案撤了。林大将，水太深了呀！井下少说有几万石的积水，咱们就算排出1000个人拿着水桶往下打水，也得抽上1年啊！不用木桶，更不用人命去填，把我们带来的螺旋抽水机架起来，接上风车。是，属下这就带人架设。开闸，借风力！透水了，真
真的抽出来了！这机器人一星抽出来的水，抵得上咱们100个壮汉提一天呐！林大将，水没了，可底下的毒瘴还没散呀！那毒气看不见摸不着，扔稳了头晕目眩，只要带个火把下去，瞬间就会引发地狱般的烈火爆炸。下面黑咕隆咚，不带火把什么都看不见，带了火把就是同归于尽啊！这叫平安灯。我亲自下去找人。不可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你是云起国的国宝，怎能亲自犯险？大人，这灯只有我知道如何观测火焰的颜色来判断瘴气的浓度。我是天宫大将，若遇险境便退缩，何以负天下工匠？好，既然这天下没有你不敢去的地方，那本官便陪你趟一趟这地底的黄泉路。水抽干了，瘴气防住了。人都活着出来了！瘴气防住了，西山活了。一天几千斤，20倍，成了。巨舰入港，药材2种白银齐制，国库充盈前所未有。江南的物资堆积如山，北方的百姓却在苦等药材。运河结冰，马匹无法在暴雪中长途奔驰。难道我们空有金山银山，却只能看着百姓受冻？大人，天危难测，这冰天雪地里，除非有不知疲倦、不惧严寒的神兽拉车，否则物资根本运不到京城啊！没有神兽。大人，处理有秦晋，但格物大道没有。运河动了，那就在陆地上铺铁轨，马匹拉不动，那就不用马拉。这是何物？不用马，它靠什么行进？靠水和火，这叫废水京城车。只要有煤炭和水，它就能日夜不息。我要用这无烟的炉火，在这冰天雪地里拉动千钧之物。全国7成精铁储备，天工局全权调用，本官担着。林大将，这铁疙瘩真能自己动起来？天美，烧水！开阀！动了！皇上，那铁疙瘩竟然真的自己动了！不可思议，这简直是开天辟地的大道啊！有此刚长龙，天堑变通途，大雪再大也阻不断我云齐国的命脉了。好一个格物大道！哈哈哈哈！你替云齐国造出了一条真正的误国神龙。林大将，你改变了整个天下。林巧，
图上的每一笔都需要无尽的心血和一生的时间去推行。黑某不才，愿以这万里江山为聘，以一生之谋算为助。你可愿与我并肩站在云起国的最高处，去将这图上的每一个红点都变成真实的盛世轰鸣？裴尚书，这张图太小了。未来，我们的钢铁长龙要开出云起国的边境，我们的巨波要驶向海图上没有记录的远方。这盛世的万里长征，我准你陪我一起走下去。好。夫人去哪儿，本官便将这路铺到哪儿。